台湾的出口有渐入佳境的机会，同时呢，台湾的挑战照样存在。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跟大家完整来做一个探讨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这个礼拜的单元，我们要来看看，在2024年整个年度结束了，财政部的主计处呢，那么也报告了台湾在去年全年的出口的数字，我们要把整个出口的表现呢，来跟大家逐一做报告。那么大家都记得，在总统大选前夕呢，大约在第四季有非常多的候选人，那么都在指控台湾经济大幅衰退。那么最经典的是郭台铭先生讲，经济衰退、出口下滑、民生凋敝、民不聊生。这个16个字啊，也道尽了在2023年美国升息之后呢，出口衰退的窘境，也包括很多的学者，那么都不断的预告说，台湾出口连续10个月以上的衰退，前景不乐观。那么还有杂志在讲，台湾出口呈现14年以来最差的惨况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成绩2025年开年之后呢，那么财政部率先公布台湾在2024年全年的出口表现。财讯想祝福所有的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，这些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。再次感谢频道会员，也欢迎大家订阅、按赞与分享。新的一年，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，掌握投资脉动。我们把这张成绩单稍微看一下，12月呢到了435.9亿，那么年增9.2%。大家可以稍微审视一下，从1月一直到12月呢，都是逐月在成长。那么到12月的时候呢，它已经连续第14个月的成长。这个第14个月的成长呢，用数字来给大家答案。我们也看到，在4个季度当中，从第一季1104.4到1147.3。到第3季呢1241.5，到第4季是1259.7，大致上呢是一季比一季好。那么在出口连续成长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台湾在2023年是4324.8，那么到2024年呢，它已经来到4750.7了。比2023年成长幅度呢是9.9%，这个9.9%还伴随连续14个月的成长，这是台湾难得的好表现。你可以看到，在2023年台湾的出口是衰退9.8%，出口衰退之后呢，大家对未来的前景都是比较悲观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1月的371.9%。2月呢过年314.3%，那么之后呢大致上都维持在400亿以上。那么到12月呢的435.9%，大概是历史第2高，仅次于8月的436.4%。如果大家把整个年度呢来做一个对比，整个台湾出口的情势啊，大家会更加鲜明。我们看到2008年呢是阿扁把棒子呢交给了马总统，台湾的出口呢2516.2%。那一年衰退3.4%，到2016年到马总统要卸任的时候，那一年是2791.75%。如果大家对比，在马政府的时代呢，台湾的出口大约成长14.95%，但是呢，从2016年到小英交棒的2023年呢，到4324亿，那么大致上整个成长力道超过74%以上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在这8年当中，台湾的经济呢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脱胎换骨的表现。我们大家看到，历史上台湾出口最高在2022年到4794.42亿。在2021年的时候呢，包括很多的像台塑、南亚、台化呢，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投资的收益。那么进入到2025年，我们大概要看台湾在出口的情势当中啊，现在所创造的一些变化。我们看到，台湾在1990年的时候呢，台湾的股票已经到12682点，但是有很长期的30年的时间了，都没有办法突破。到2020年的7月8号那一天呢，台股终于越过12682，是30年之后的一个大的翻转。这个大的翻转也告诉大家，从2020年之后呢，台湾的出口
开始有显著的成长。你看到2020年 COVID-19 来的时候呢，那一年的出口是3451.26，然后呢，到了2021年的时候，已经到了4463.71了。这个成长力道了，在2021年台湾的出口呈现29.336的大幅度的成长。最重要的关键是台积电呢，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，在台湾的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啊，它的营收也贡献非常大的力道。所以从21年之后呢，台湾的出口有渐入佳境的机会，同时呢，台湾的挑战照样存在。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跟大家完整来做一个探讨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台湾的出口去年到4750亿，最重要的助力呢，它来自资通讯产业。资通讯产业12月呢117.18，电子零组件以半导体为主，到172.11。那么在过去，因为成熟制程遭到中国的猎杀，半导体成长还是小幅衰退0.8，但是呢，到了12月呢，它已经出现8.6%的成长，这个是一个好的预兆。资通讯产业在2024年，它几乎是撑起台湾出口成长最重要的助力。在这个项目当中，我们看到台湾的资通讯产业呢，到1325.08亿，成长59%。这个59啊，也是告诉大家，在过去的资通讯产业大概都在700-800亿，现在呢跑到1325亿之后呢，它对台湾出口成长的挹注力道呢，相对是大的。我们也看到电子零组件为什么没有成长，关键是我们的电子零组件以半导体为主的出口到中国是大宗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去年的整个电子零组件的出口1772亿，出口到中国的部分呢，已经到了916.28了。那么对中国的出口的占比达到60.8%，所以大家可以理解，台湾跟中国的贸易当中啊，台湾的半导体相关的零组件呢，它占的比重啊，其实是非常高的。我们也看到，从2020年开始838，然后到21年1043，到2022年呢1160亿啊。刚刚我们看到2022年台湾的出口到4793亿呢，这当中啊，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呢，创下1160亿的新高啊，有很大的关联。那么从23年之后呢，这个出口开始下降到969，现在再降到916。那么在川普新时代，美国对中国限制在加重之后呢，这一块看起来今年的成长力道会遭到压缩。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临去秋波，把这个 AI 晶片呢分成3个，第一级是台湾、日本跟韩国，还有众多的欧洲国家。第3级呢，他把中国、俄罗斯、北韩、伊朗这些啊，叫做轴心国呢，大概列入在里面，有22个国家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 AI 晶片的出口，它的限制会再加重。加重之后呢，对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中国的占比，看起来这一块是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。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出口的这个市场，在这些年当中啊，它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改变。在2020年的时候呢，台湾出口到中国跟香港，它的占比最高来到43.9%。刚才你看到我们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是916亿，我们整个出口产值1506亿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半导体的比重是非常高的。22年到1888.75亿之后呢，开始往下降，现在降到1506亿，但是你看到占比下滑速度更快。在20年的时候呢，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占比43.9%，然后开始到21年降到42.3%， 2022年到38.8%，到2023年是降到35.2%，去年啊到31.7%。这个过程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启示。马政府的时代呢，经常不断的提醒大家，两岸关系不好，台湾经济不会好。那过去我们也看到，中国经常拿台湾的水果，包括凤梨、包括释迦、包括莲雾等等来制裁台湾。但是大家可以想见，这一些农产品在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占比相对有限，而台湾出口到中国最重要的关键，在电子跟半导体为主的零组件，这个是一个结构上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好，现在从43.9降到31.7之后呢，一定会对台湾的未来产生非常巨大的变化。我们来看一下
对中国的占比在2024年呢，现在在31.7%，但是呢，腾笼换鸟当中，我们对美国市场的占比大幅度的升高。我们看到台湾对美国从2017年的11.7%啊，那么现在上升到23.4%，在2024年呢，对美国的出口达到1113.7，跟出口到中国1506亿，已经慢慢拉近了。我们也看到台湾对美国的出口跟东协出口，现在加起来它的占比到41.9%，而在2020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占比是30%，所以从30变41.9%，而中国呢从43.9降到31.7%，这个情况是非常值得大家共同来探讨。我们看到，如果把美国跟中国的占比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这个占比43.9%，但是美国的占比14.6%。那如果再往前推，2017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占比41.2%，美国11.7%，现在到23.4%，大概成长倍增了。那它的金额已经到1113亿了。我们看到17年的时候呢，是367.73出口到美国，而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到1299，现在1506。换句话说呢，台湾对中国出口相对停顿，而对美国出口是大幅的上升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有一个有趣的数字，台湾对中国的顺差在2024年是699.96，而对美国的顺差648.82，跟美国的出口值比中国少，但是呢，顺差已经在伯仲之间，而且很有意思的，台湾在2024年的顺差金额806.08，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栏当中啊，美国跟中国的顺差都占80%以上。最重要的关键原因是台湾对南韩跟日本都有逆差，所以中国跟美国所创造的顺差呢，在这一块呢被吃掉有30%左右，所以最后的数字啊806.08亿。如果你把它改成一个线图来看呢，从这个图形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双方慢慢朝着交叉点在往前迈进。占比呢现在更明显，现在美国的占比23.4%，中国呢从43.9开始往下滑到31.7%。那么2025年这个数字会在哪里碰在一起呢？值得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们看到顺差金额这个图已经准备交汇在一起，我们看到顺差的占比都是占了80%以上，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台湾出口巨大的转变。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传统产业，希望在今年川普执政之后呢，他希望出口有更大的成长。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台湾的股票市场在去年涨幅全球第2，但是大家可以理解，如果你扣掉台积电，去年是下跌2.3%，这当中啊，台塑集团呢股价都下跌55%以上。那这个也是告诉大家，台湾的很多传统产业正在受到中国产能过剩的杀戮。但是呢，类似工具机，我想在过去大家偏重在像类似 CNC 车床，但是呢，我相信未来整个台湾的产业，台积电呢1粒米会养大很多的企业，大家一定要重新思考，台湾要摆脱大售后的时代，大社会。比方说工具机，台湾的工具机产业其实有很深的底蕴啊，从这个地方大家好好去思考未来转型之道，而不是呢跟中国呢在杀价钱。我想这是台湾所有的产业，大家一定要念之在之啊，不管是机械，不管是钢铁，不管是水泥，不管是石化原料，我相信都要从这当中啊重新找到定位，然后呢要去生产少量直优的产品，才能够摆脱中国的杀戮。这些年当中，台湾的经济能够乘风破浪，最重要的关键，我们在产业的转型，在台积电的带领当中，台湾胜出。但是呢，未来除了台积电之外呢，台湾需要更多国际竞争的舞台当中出类拔萃，能够脱颖而出的企业，这才是壮大台湾最重要的法宝。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。